你知道在上古神话中哪把兵器最重吗？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是孕育盘古的神农鼎，还有维护的降魔杵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以上说的都不是，甚至重达84000斤的降魔杵也仅排在第二。为此，我收集了大量资料，盘点出10把重量级兵器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排在最后一位的是轩辕剑。轩辕剑又名轩辕下雨剑，是一把金黄色的圣道古剑，由众神采首山之铜所铸，传说是天界诸神赐予轩辕皇帝击败蚩尤的旷世神剑，其内蕴藏着无穷的力量，为斩妖除魔的神剑。轩辕剑伴随皇帝的征伐，沾满鲜血，自此轩辕剑的威名惊天动地，成为10大神器之一。此剑后传与夏禹，大禹治水时立下汗马功劳，夏朝凭此立国。几百年后，夏朝国君无道，此剑辗转被商汤所得，商汤持此剑取天下，大败上古3大邪道，再次建立新的王国商朝。商朝后期开始动乱，这把圣道神剑也不知所踪。虽然此剑法力无边，但它的重量非常之轻，仅有100斤之重。第9，后羿射日弓。当年后羿能射下来9个太阳，靠的就是这把弓箭。然而这把上古神器却不是谁都能拿得动的。相传古时天上曾就有10个太阳，因此人界民不聊生，困苦不堪。天帝怜悯世人艰苦，便寻找世间有缘之人，赐其神弓神箭，并命他用神弓射落9个太阳，以免除旱灾，拯救万民。事成之后就能被封为神将。可就算如此，找遍了天庭所有的弓箭手，却没有一人能拿得起此弓，因为这把上古神兵有1000斤之重，他就算没有剑，仅靠自身的重量便能伤人。好在最后有后羿出现，射下了太阳，造福人类。第8，九齿钉耙。九齿钉耙是猪八戒的专属兵器，全名为上宝信金耙。此法宝出自太上老君之手，由老先生用神鬓铁亲自锤炼，加之5方5帝6丁6甲神力灌注，才锻造而成。其威力惊人，名字华丽，甚至都能与如意金箍棒平分秋色。举起烈焰并豪光，落下猛风飘瑞雪，天曹神将尽皆惊，地府阎罗心胆怯。而且在重量上也是不差的，重达5048斤。在原著的第88回记载到，3个王子询问猪八戒的钉耙有多重时，猪八戒告诉大家自己的耙子也不重，就是5048斤而已。而这个数字在之前也说过，当时如来给唐僧的经书也正好是5048件，而取经的时间是14年，外加观音硬凑了8天，加起来刚好也是5048天。如此巧合的事，到现在还难以解答。你知道上古神话兵器的重量排行吗？今天它来了。第7，神农鼎。神农鼎原为西方突厥部落的镇族之宝，后至隋朝年间被宇文拓私藏神鼎，之后又落入魔王岩的混世魔王手中，被用来封印赤冠星划出的天空之痕。但在上古时期，它是神农昔日炼制百草的固定，此鼎可积聚1000年来无数灵药之气，据说能炼制出天界诸神都无法轻易炼制的旷世神药，并隐藏其他神秘力量，并且在天地未开始，它与盘古一起在混沌中孕育，而盘古就是在这神农鼎中诞生的。后来神农鼎的神力被盘古吸收，自此变成了炼丹的专用炉鼎。想想看，能孕育盘古，而且还能拿来炼丹的炉鼎，其重量肯定不会轻，差不多在1万斤左右。第6，金箍棒。如意金箍棒是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所使用的武器，书中说原是太上老君冶炼的神铁，后被大禹借走治水，治水后遗留在东海，当作定海神针铁。金箍棒两头是2个金箍，中间是一段乌铁，紧挨箍有捐成的一行字：如意金箍棒13500斤。这重量拿来治水，确实绰绰有余了。第5，混铁棍。这把混铁棍是牛魔王的兵器，同时还有个极好听的名字，唤作擎天白玉柱。但其实原著中的混铁棍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兵器，不仅外表丑陋，也毫无变化，说白了就是个简单的铁棍。那这把棍到底有多重呢？其实书中也没有具体交代。一些西游研究者认为，混铁棍的重量应该是和孙悟空的金箍棒是一样的，也是13500斤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女娲炼石补天时，其中断了老乌龟的4条腿，用4条腿将天撑起来了，每一条腿在后来都变成了一根棒子。东方的是金箍棒，西方的是混铁棍，北方的是铁杆冰，南方的是擎天柱，同样是1条腿，重量自然相同了。第4，东皇钟。一般传闻它是天界之门，据天山石窟中的秘文记载，它乃是10大神器力量之首，有着毁天灭地、吞噬诸天的能力。东皇钟的威力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它足以能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，禁锢镇压一切空间，世界上任何一件宝物、法术、神兵利器都伤害不了它。所以当初皇帝在创造山海界、云中界以及天书世界，都是依靠这个东皇钟的力量。并且有传闻说，大钟出炉的瞬间，钟声震动天地，周围的山脉全部坍塌。如此凶猛的气势可以想象。关于它的具体重量，我也没有找到有记载的文献，但根据游戏和传说来看，此神兵应该有18000斤之
之重。好在它的主人是东皇太一，不然没有几个人能驾驭得住。原来在神话兵器重量排行中，最重的竟然不是降魔杵。现在就让大家了解一下最后的排行。第3，三尖两刃刀。三尖两刃刀是神话传说中二郎神的兵器，因此又称二郎刀，在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中都有出现。据说是妖娇所化，又说是女娲补天的五彩石炼成。这把兵器可以说是刀中的另类了。此刀起源于大剑，虽名之为刀，实际上是带长柄的剑，刀柄长约2米左右。为增大劈杀能力，刀刃部分做的比较长，整体比较厚重。由于两刃刀的前端呈三叉状，所以就有三尖两刃刀之称。最重要的是，此兵器竟然重达25200斤，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要重11700斤。而且当二郎神施展法天象地时，三尖刀也可以随之变大，其重量肯定也会随之增加，属实恐怖。第2，降魔杵。这件兵器在2部神话小说中都有出现，一个是我们最熟悉的《西游记》，小说中的韦陀菩萨所使用的神兵法器便是一把降魔杵。这降魔杵的来历可不简单，它是镇压邪魔护三教大法之物。另一个则是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书中写到这把降魔杵是12金仙中道行天尊的徒弟韦护所用，其中还有一段对此神兵的具体描写：此宝拿在手中，轻如灰草，打在人身上，重似泰山。不仅如此，它的威力也大得惊人。当年韦护斩杀黄飞虎、重黑虎等8员大将之后，又升新杨戬2次，首任土行孙的商朝猛将张奎用的都是这把兵器。这一杵下去，张奎差点被打成粉末。那么它到底有多重呢？据佛经和神话传说记载，韦护手中的降魔杵足有84000斤重，而且这把兵器由元始天尊亲手打造，这重量简直恐怖如斯。但它还不是最重的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才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。第1，盘古开天斧。盘古的开天辟地斧可以说是神话兵器之最了。这把斧子是神话传说中最大的兵器，在书籍《三武历纪》中是这样记载的：说盘古开天辟地斧阔33000丈，柄粗3300丈，长66000丈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现在3尺为1米，3丈为10米，斧宽33000丈就是11万米。相当于从天津到北京的距离，斧长66000丈就是22万米，从北京到唐山转一圈也就是这个距离了。这一把斧头可以覆盖整个京津唐，而且《封神演义》里也有同款的斧子，但不是盘古开天用的，而是老君开天用的，重108000斤。这2把斧子应该是同一把，不过108000斤的重量还是有点保守了。按三武历纪的说法，108000斤肯定不止，何况它不是纸糊的呀。所以盘古的开天辟地斧到底有多重，很难计算出准确的重量，但它肯定是神话兵器中最重的，毕竟是用来开天辟地的神兵。